光荣与伟大同归，黑暗和阴谋撕毁。太阳东升共朝晖，月有鬼影常相随。Hello， 大家好，今天开始，大吕将为您揭秘世界上一些神秘组织，他们或明或暗，有的很明显，就在你身边，也有的像刘慈欣小说里的地球三体组织一样，偷偷操纵着世界和你我的命运。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被禁播的科幻电影《瞬息全宇宙》在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上大放异彩，一举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演等7项大奖。在颁奖典礼上，女主演杨紫琼频繁地做出一个特殊的三角形手势，这个手势看似简单，但寓意深刻。实际上，这个手势被称为共济会之眼。随后，就有狗仔队写文章称，共济会助力瞬息全宇宙斩获奥斯卡。这或许只是共济会改变社会的一点点。此外，还有《达芬奇密码》《国家宝藏》等电影，也在不厌其烦地探索着这一神秘组织。关于它，有许多令人惊奇、惊骇、惊叹的传言和故事。共济会又称共济会、石匠公会、美生会、规矩会，英文名为 Freemasonry， 字面含义是自由石匠公会，其会员称为美生，也就是英语 Mason 的音译，原意是石匠。会员之间以兄弟互称，共济只是会中其中一项原则。在共济会的正式文献《美生会宪章》第1部历史篇中说，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被称为光明之年或光明元第1年。他们自称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通晓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奥秘。共济会拥有的名人精英不计其数，只有用茨威格小说《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个名字才能形容。例如牛顿、莫扎特、富兰克林、华盛顿、洛克菲勒、麦克阿瑟、蒋纬国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只占其精英成员的1/1000，甚至近代也流传孙中山在檀香山时也曾加入该组织。著名的现代红门与共济会的英文名和标志也是相同，在上海的北京西路上，至今还屹立着共济会旧址。好，大吕将用1小时时间来揭秘共济会。视频分共济会简史、富兰克林与美国独立、肯尼迪诅咒3个部分，希望我们也能借此反观这只透视着我们的眼睛，感受它的神秘之处。清教徒的预言、瘟疫、大火和自由石匠公会。1664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一颗燃烧的彗星划过伦敦上空。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天文学家、建筑家雷恩画下了他的轨迹，转交给占星家汤姆森看。汤姆森一脸严肃地说，燃烧的星星是恶魔降临人间的预兆。不久后，另一位占星家看到了月全食，他很明确地说，这预示着疾病、饥饿、灾难将要到来。果不其然，圣诞节就出现了首例瘟疫死亡案例，症状为身上有2排黄豆大小的水痘。一开始医生以为是热病，给服用的消炎药，直到病人病逝，才意识到是瘟疫。传染病专家哈维认为病毒是荷兰人带来的，药剂师包赫斯却认为这种病毒就潜伏在伦敦的土壤中，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不进行预防，后患无穷。可是那年的冬天比以往都要寒冷，病毒好像被冰封了一样，直到1665年2月14日才出现另一起瘟疫死亡案例。因为人数太少了，再加上是情人节，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浪漫氛围中，竟无人关注瘟疫。时至4月底，也许是因为寒冷的时间太长，天气乍然变暖，病毒一下就被激活了。人口密集的德鲁里巷3天内竟接连出现2起疫病死亡案例，3天2起，而且据医生反映，从发现到死亡的时间也就是2至3天。这样的死亡密度和速度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慌。负责防疫的枢密院想起多年前的黑死病，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瘟疫死者的家属必须在房间内自行隔离40天。40天不工作，对于收入卑微的人来说等于慢性自杀。再则，被隔离的家属认为枢密院是将他们置身于满是病毒的死地，不逃出去必然会死。于是家属们联合在一起制服了守卫，冲向街头，混入人群中。查理2世此时依旧没有停止贸易往来，病毒一下扩散开来。枢密院马上派人向查理2世禀报，查理2世只给出了4个字的防控方案：酌情处理。然后就带上家眷率先逃往牛津，并宣布国会休会到次年9月。随后是达官贵人出逃到在乡下置办的别墅，在后离开的是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此时，年轻的牛顿刚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正准备申请做本校的研究员。伦敦爆发瘟疫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伦敦当时的景象：瘟疫像一场大火，如果起火的地方只有几座房屋受牵连，那就只会烧毁几座房屋；但是在建筑密集的地方烧起来，到了火势越来越猛的时候，那它就会在这个地方蔓延开来，然后将所到之处吞噬殆尽。其实
这段话更适合后面要讲的伦敦大火。夏天疫情肆虐，不仅伦敦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且给周边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剑桥大学给学生们下达了返乡隔离的通知，于是牛顿回到了老家林肯郡沃尔索普村。他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实验室的样子，每天的时间大多用来读书、静思、写作。在躲避瘟疫的时间里，牛顿因为不受学业的束缚，反而在数学、光学和力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例如，发明了微积分。微积分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水滴石穿，什么是积微成著，发现了太阳光并非单色光，而是七色光，这对绘画有巨大的帮助。但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在老家的一棵苹果树下被一只苹果砸中了脑袋，从而激发了他关于万有引力的猜想，最终领悟了宇宙的普遍规律。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段，都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猜想。后来，牛顿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一定律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人类不再相信自然界是由神创造的，没有规律可循了。1667年，剑桥大学复课，牛顿返校，因发表学术论文被选为低级研究员，2年后成为数学教授。1671年，牛顿发明的反射式望远镜在伦敦科技展览会上备受关注，查理2世当着众多科学家的面邀请牛顿加入英国皇家学会，牛顿欣然答应。后来他在英国皇家协会认识了已经加入自由石匠协会的雷恩，并在雷恩引荐下加入共济会。这是后话。现在大吕继续给大家讲这场瘟疫给伦敦带来的危害，为什么它实际上催生了共济会的真正成立。无处可去的大量平民坚守到了天气预热、疫情更为疯狂的8月，也纷纷出逃。他们对询问灾情的路人说，逃亡未必会活，但是留下必然会死。事实也是如此，那些离开的人带走了城中为数不多的食物，这导致食品的价格飞涨。最贫困的家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350克的面包，就算不感染也会饿死。9月上旬，伦敦竟成了一座死城。白天所有店铺关门歇业，街上不见行人。晚上，运尸车拉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到郊区的牧场掩埋。后来人死的越来越多了，牧场不够用，运尸工就在空地上挖个大坑，将上百具尸体倒进去，用石灰覆盖。这样的方式只能掩盖一下尸体腐烂的味道，但是对病毒扩散却没有效果。无数只老鼠扒开薄薄的一层石灰啃咬尸体，有些绝望的人看到老鼠离开后剩下的森森白骨，干脆扑在尸堆上，只求马上感染，快点死。据相关人士统计，9月的死亡人数超过 2.6 万。疫情直到1666年2月才有所收敛，一些急于恢复营业的商人率先回到了伦敦。查理2世和家眷仍躲在牛津，每日歌舞升平，达官贵人躲在乡下锻炼身体，提升抵抗力，诸多公务人员因无法办公，依旧待在外乡。正是因为人少，瘟疫才渐渐消退。又有一部分商人回到了伦敦，准备重振家业，可是不久后就爆发了被当地人称为毁天灭地的火灾。1666年9月2日凌晨3点，女仆简叫醒了海军行政长官兼日记作家佩皮斯，告诉他城里着火了。那时达官显贵们住在城外窗明几净的别墅区，城内是工人们用廉价木料和茅草打造的棚户区，房屋拥挤不堪，邻里间要是站在窗前都能握手。又因临近码头，臭气熏天，脏水横流。此外，在那些由商船带来的病毒面前，他们算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佩皮斯马上随女仆来到能看到火灾的窗前，可他觉得自己家离火灾发生地很远，不必在意，转身回屋继续睡觉。此时，这场火灾已在位于布丁巷的面包师法利那家燃烧近1个小时了。住在顶楼的法利那一家通过窗户爬上屋顶得以逃生，女仆住在楼下，因楼梯烧断了，无处可逃，命丧火海。当时伦敦城内并没有消防员和消防措施，只有打更的巡夜人可充当消防员，但是此时不在火灾现场。大火快速蔓延到了周边的房屋，当晚又刮着强劲的东南风，火势更厉害了。人们抱着财物只顾逃跑，竟然无人救火。大火点燃整个布丁巷以后，大风又把燃烧的碎木片吹到了鱼街和伦敦桥。本来这里是很好的隔离带，却有装着油料和渔网的仓库。油罐见到明火后，很快就炸裂了。被点燃的渔网被风吹着落在泰晤士河街，随后蔓延到老天鹅胡同和兜街等地。兜街的一些商铺里有极易燃烧的布料，燃烧后轻飘飘地飞上了天，火势更是无法控制了。佩皮斯此时已醒，他在泰晤士河畔寻到一只船，穿过伦敦桥后，看到大火就快波及钢铁厂了。惊慌的市民带着从火里抢出来的财物，跳上泰晤士河上的小船，快速向河对岸划去。火烧到钢铁厂后，
遇到了易燃材料，霎时间火光冲天，很快就将附近的教堂烧塌了。佩皮斯火速赶到了皇宫，向查理二世汇报火情。查理二世命令佩皮斯立即去找伦敦市市长，让市长下达命令，拆除房屋做隔离带，不必通缉。佩皮斯在卡宁街找到了市长，可是市长听到查理二世的指示后，大叫起来说：“火势来得太急了，拆已经来不及了。况且我已经一夜没合眼了，我得回家睡觉了。”市长说完，竟真的转身离去。佩皮斯傍晚才回到了家，家里坐满了他邀请共进午餐的贵客。饭毕，佩皮斯与客人来到大街上看灾情，街上全是人和运载物质的马车，互相冲撞着向远方逃去。火势不仅没有减弱，还蔓延得更广了，火焰发出了恐怖的声音，倒塌的房屋轰然作响。佩皮斯送走客人后，马上回家，命令仆人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当晚，大火从切普赛德街蔓延到泰晤士河后，又沿着伦敦塔街、慈恩堂街一路烧到贝纳德堡。人们匆忙奔逃，塔楼、房屋、教堂纷纷坠落，到处都是一片火海，有些反应不及的鸽子都葬身在火海中。佩皮斯的一位仆人好像预感到了火势将越来越猛，没帮主人收拾东西就不辞而别了。9月3日白天，大火烧毁了拉德门、老贝利、新门、比灵斯门、圣保罗大教堂的铅皮屋顶被化成了铅水，流淌到大街上。晚上从康希尔山下来的火蛇与从针线接下来火蛇的相遇，转而又与来自沃尔布鲁克和巴克勒斯伯里的火蛇交接。这4道火蛇交汇，在切普赛德街角掀起耀眼的热浪，众多的房屋在热浪的冲击下一起倒塌。9月4日午后，佩皮斯运完全部家当。这一天的火势依然凶猛。当天晚上，佩皮斯来到大街上，听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命令，用火药炸毁火势走向途中的房屋，从而遏制火势的蔓延。大家都听过战火纷飞一词，此举房屋倒塌了，火星却飞出很远，反而更麻烦。9月5日凌晨20许，大火已蔓延到了佩皮斯家附近的巴金教堂。佩皮斯带着家人和女仆乘船逃到乌尔维奇，待大火彻底退去，才回到伦敦，发现多条街道都成了灰烬。摩尔广场上都是携带物资的灾民，泰晤士河中一条船都没有了。据相关人士记录，这场大火吞噬了5%的城市，城里的26个选区当中，15个被烧毁，13200座房屋被夷为平地，89座教堂消失，7座城门中有4座化为灰烬。但官方报告仅有6人在火灾中丧生，这应该跟鼠疫时平民大量出逃有关。当地的清教徒将瘟疫和大火视为上帝对伦敦这个罪恶之地的惩罚。16世纪，伊丽莎白亲手赠予一些人撕裂许可证，这让英国走向辉煌。大量的商船在殖民地和伦敦之间不断往来，王公贵族和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可百姓的生活却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些乡绅、富豪们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用来养交换价值更大的羊。许多难以生存的农民选择了流浪和偷盗，这让当局大为光火，推出了流浪者法案。流浪者要么接受低工资、低待遇的工作，要么回归大自然。随后，伊丽莎白又推出济贫法，美其名曰为身体健康的流浪者寻找工作，实则是抓壮丁干重活，不听话就皮鞭伺候。至于身世凄苦的孩子，则送去当学徒。共济会的先驱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到的英国，他们本就是流浪汉，所以只能做那些无法展示技能的工作。其实哪有什么天谴呢？这场大火虽然烧毁了人们的很多财物，但是也杀死了制造瘟疫的老鼠，反而是不幸中的万幸。大部分新教徒不相信天谴，他们将其归为人为原因，但是认为大火是罗马教皇指使天主教徒纵火造成的，这进一步激化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天主教的反感。尽管清教徒视伦敦为不祥之地，但是重建工作在大火的余热还没退去的时候就开始了。主要负责人是前文提到的天文学家兼建筑家雷恩，他鉴于木质结构的房屋易燃烧，决定将城市建筑改为砖石结构，并配备消防措施和排水管道。这就需要精通建筑技能的石匠，于是他找到了几个自主结社的自由石匠工会，并为石匠们为自己展示的建筑技巧而折服。不仅加入了石匠们组织的工会，还在石匠们的帮助下设计了重建伦敦的规划图。该图将伦敦交易所定为城市中心，华丽的林荫道从中心呈辐射状通往周边地区。查理二世非常认可这个规划图，但发现无法实施，因为那些地寸土寸金，改造起来国库的资金可能不够用。虽说雷恩的规划没能实施，但是灾后重建的大量工作依旧由他负责。他带领自由石匠工会的成员，建立了伦敦大火纪念柱，重新设计和修建了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54座教堂，将木质结构的房屋改为砖石结构。这些壮举极大地提高了石匠工会的社会影响力，
从而吸引了一些其他领域精英的加入。此外，石匠工会主张用科学和理性来重建人间的新秩序，这和英国皇家学会在大火之后倡导用科学和理性改变伦敦人意识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又吸引了一些皇室成员的加入。1717年，欧洲反宗教运动风起云涌，4个石匠工会联合在一起，取名为英格兰共济会第一总会。会员们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任总导师，公布了章程、组织纲领以及会徽。会徽是由象征分规和曲尺的图案组成的，分规和曲尺代表施工测绘使用的工具，并提出一些口号：反对愚昧，四海皆兄弟，既反对宗教狂，也反对否定一切宗教的无神论。正是这样的理念，共济会的分布很快就覆盖了英国各地，随后又开设到了其他国家。